如果给古代服徭役的人只提供榨菜和白粥，他们会反抗吗？你穿越古代，成为一名被流放到边疆的监工，负责看管服徭役的百姓修建边城。可是你刚睁开眼睛，就看到几十万民工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你，眼睛里甚至都冒着绿光。你毫不怀疑，下一秒他们就要冲上来，将你撕碎吞吃入腹。原来从2个月前开始，朝廷就已经不再供应粮食，民工们的口粮只能靠自己解决。但是这3年来，大梁朝天灾不断，干旱蝗灾导致田地颗粒无收，朝廷腐败动荡不安，瘟疫横行，还有蛮夷虎视眈眈，战乱不断，百姓们早已经民不聊生，草根树皮早已经啃干净，而库房里仅剩的那些发霉的米糠麦麸，早就被贪财的原主卖给了那些不良粮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原主的事迹败露，民工们群情激愤，而原主竟然被活活吓死了。轮到你穿越过来收拾烂摊子，你也吓得够呛。就凭你一个常年熬夜的亚健康战五渣，真动起手来还未必有原主的战斗力强。你在心里哭着呼喊穿越大神，别人家穿越都会附带金手指，你莫名其妙被人薅过来顶锅，总得给点自保能力吧？仿佛是听到了你的祈祷，下一秒系统的机械音在耳边响起，叮，恭喜宿主绑定称霸系统。为了保证宿主的存活率，系统将会为您不限量提供白粥和榨菜，只有提高威望才能解锁新的物资。达成称霸天下成就时，便可获得终极奖励500亿，可重返青春百病全消的长春丹1颗。闻言你整个人都傻了，人家都杀到家门口了，提供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最起码也应该给你10万8万精兵，才能镇压住这些想要打掉你的苦主吧。就这寡淡无味的白粥，外加齁咸的不健康榨菜，就想让民工们每天工作10个小时，干的还是苦力活，这不是开玩笑吗？可是系统像是死了一样，根本不理会你的呼喊，只是一味的发放白粥和榨菜。就在你深深的绝望之时，就听到了民工的痛骂声：狗官，我们都快饿死了，你竟然还把我们唯一的口粮给卖掉了，你简直禽兽不如！大家跟我一起上，杀了这狗官！你闭上眼睛，准备默默的迎接死亡的到来，只希望死了以后能穿越回去，这种要啥没啥的世界别再来了。结果现场突然一片死寂，你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大家竟然全都满脸震惊，目瞪口呆的看着你。你愣了一下，鼻尖飘来一阵阵白米粥的香味，这才发现系统提供的物资到了，喷香的白米粥还在冒着腾腾热气，百姓们表情恍惚。白米粥，天哪，竟然是白米粥，而且用的都是精米，我不会是在做梦吧？这么好的白米粥，如果能让我吃上一碗，那么哪怕让我现在马上死了，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闻言愣了一下，万万没有想到，在你看来寡淡无味的白米粥，居然是古代人眼里遥不可及的美味佳肴。你快速的回过神来，大家排好队，上前来领白粥榨菜，人人有份，而且管饱。话音刚落，民工们瞬间疯狂了，现场一片哗然，还伴随着一阵阵的哭嚎声和尖叫声。他们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居然会落在自己身上，甚至有人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你二话不说，直接拿起勺子舀了满满一碗浓稠的白米粥，递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手里，用行动来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这些白米粥随便他们吃，男人根本不管那白米粥还是滚烫的，直接大口吞了下去。天哪，这也太香了吧！这就是精米的味道吗？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吃过这么香这么甜的白米粥。其他民工见他满脸享受的模样，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冲上前来，你争我抢的开始舀粥喝，甚至有人根本来不及拿碗，直接双手插进粥桶里，捧着粥就往嘴里送。有的人一边吃一边痛哭，数万人都被一碗白米粥引得陷入了疯狂。你担心发生混乱，连忙命令旁边的官差们维持秩序，可是没有人回应。你转头一看，发现官差们也对着白粥直流口水，两眼直冒绿光，甚至有人已经忍不住，拎着皮鞭就冲进了民工的队伍里。滚开，都滚开，让我先吃！现场乱作一团，3个手臂上绑着绿色布条的男子愣愣地站在旁边，看着这闹哄哄的场景，你顿时有些疑惑。大家都像饿死鬼一样拼命争抢着白米粥，他们3个怎么毫无动静？难道他们不饿吗？或者是还在震惊之中没回过神来？你好心的冲他们招招手，那边那3个兄弟赶紧过来喝白米粥了。放心，白米粥管够，保证让你们顿顿都能吃饱。那3人面面相觑，他们是附近山林里的绿林军，这次就是奉大当家之命，偷偷潜入民工之中挑起民怨，带着大家一起起事。可是白米粥的香味不断的往鼻子里扑，让他们忍不住吞咽着口水，咬着牙站在原地，坚持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意志力就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现在又被你如此热情的招呼了2声，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当即嗷呜一声冲过来，和那些民工一样开始疯狂的争抢白米粥喝。见此情形，你忍不住有些疑惑，难道系统给出的白米粥和你平时喝的白米粥不一样？你好奇的舀了一碗白粥喝了一口，还是一样的寡淡无味，甚至淡的有些咽不下去。这时你才后知后觉的想起来，系统还提供了无限榨菜。你连忙查看物资，这才发现榨菜是放在后面的木桶里。你就这榨菜才把手中的白米粥喝下去。大家别光吃白米粥，这里还有榨菜。话音刚落，现场一片死寂，所有人茫然的看向你，仿佛被按了暂停键一般，呆愣的眼神落在那一堆堆榨菜上面。许久后才反应过来，瞬间你耳边又响起了一阵阵尖叫声，民工们疯狂的扑过来，抓起榨菜就往嘴里送。这一口下去，咸香味十足。天哪，竟然是咸的！这榨菜里放了好多的盐，在古代食盐也是非常珍贵的物资，普通百姓1年里吃的盐都是很少的，更不用说是在这天灾不断的年限里，说一句盐和黄金的价位相等也不过分。很快白米粥和榨菜就被吃得一干二净，你连忙戳了戳系统，下一秒新的一批白米粥和榨菜就出现在眼前，民工们瞬间都惊呆了，这时他们才相信你没有说假话，白米粥和榨菜真的是不限量供应，可以让他们随便吃到饱。所有人都扑通一声跪在你面前，痛哭流涕的高喊着：青天大老爷啊，你就是救苦救命的活菩萨，你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当想要把这些人都搀
扶起来，可是你使出吃奶的力气，怎么拉都拉不动。有人甚至开始朝着你哐哐磕头，那声音响得你都有些心惊胆战。此时此刻，你才意识到，在这个古代，普普通通的白粥和榨菜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它又有着怎样可怕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是能够与10万雄兵相抗衡的存在。你实在是不习惯被人如此跪拜，连忙命令大家都起来吃饭。说完后，赶紧回到自己的住处。你住的宅院距离工地足足有2里地，但是离得这么远，你都能听到民工们高呼活菩萨的声音。很快，所有人都填饱了肚子，对你感恩戴德。想起就在不久前，他们还骂你是狗官，甚至想要杀了你泄愤，心中简直愧悔难当。监工大人如此善待我等，我们竟然还想要杀他，简直禽兽不如。从今以后，我这条命就是监工大人的了，即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为了能够报答你的恩情，竟然有人主动将绿林军的细作绑起来，送到了你面前，把细作气得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没骨气的东西，只是吃了一顿饱饭就被人收买了，说不定这就是狗官的圈套，吃了这顿饭就要让你们去送死。可是民工们丝毫不为所动，能有这样香甜的白米粥和榨菜吃，能够让他们体会一次吃饱的感觉，哪怕是让他们送死，他们也毫无怨言。本来当初他们会帮助这些绿林军，就是因为实在是吃不上饭活不下去了，而绿林军曾经允诺他们，如果能够成就大事，保证会分粮食给他们。可现在你的白粥和榨菜就在眼前，而绿林军的粮食却是遥遥无期，究竟要选择哪一方？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大家丝毫不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甚至还觉得细作不识好歹。明明白天他们也是吃了白米粥和榨菜的，结果却是狼心狗肺的白眼狼，还想着要带人造你的反，跟自家恩人作对的人。民工们当然不会姑息，细作顿时沉默了。他们正是白天被你招呼的那3个手臂上缠着绿色布条的男子。他们沉默了几分钟后，突然问了一句：真的每天白米粥榨菜管饱吗？你点了点头，当然。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我不缺白粥和榨菜，你想吃多少吃多少。话音刚落，那3个男子就对着你磕了9个响头。主公在上，从此以后我等为主公马首是瞻，若是违背誓言，定当死无葬身之地。你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是认主了，只为了1碗白粥和榨菜，听起来有些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那3个男子向你投诚之后，饱饱的吃了3顿饭，又用酒坛子装了几大罐白米粥，便向你请假离开了。5天之后，2000多个男子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二话不说便跪地行了叩拜大礼。原来他们就是隐藏在山上的绿林军。听自家的3个兄弟说，你这里能够无限量供应白米粥和榨菜，而且顿顿管饱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什么雄心壮志，什么一起共谋大事，全都被抛到了脑后。在吃饱饭面前，那些都不过是浮云。所以商议过后，一致决定下山来投奔于你。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你能够兑现诺言，1日3餐白米粥榨菜管饱。就这样，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收拢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而且他们不是忠心于大梁朝，只是忠心于你一人。因为吃饱了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极度高昂，修建边城以及城墙的速度比以前快了1倍，甚至他们还在暗地里偷偷商量，要给你修建一座庙宇，让你长长久久的享受人间供奉。与此同时，朝廷争夺皇位之战也有了结果，新皇登基，为了收拢政权，开始拼命的针对曾经与自己争夺皇位的兄弟们，而其他皇子们也很不服气，仗着自己手中的势力和新皇斗得你死我活，整个大梁朝一片乌烟瘴气。而在战斗中落败的肃王带着兵马逃离京城，赶往边疆。为了扩大军队，他想着掌管边城，将所有民工都冲入军队。为此之前，自然是要先除掉你这个颇有威望的监工。为此，肃王派出了自己手下的第一猛将萧远，率领3000骑兵向你攻来，想要速战速决。直到兵临城下之时，你站在城墙上，整个人都懵了。毕竟现在城墙只修了不到一半，你距离敌人的猛将萧远也就只隔了不到3米远。只要对方一鞭子下去，你就会死在他的铁蹄之下。双方悬殊实在太大，根本就没有抵抗之力。既然硬的不行，那你就只能来软的了。你直接发放了一批白粥和榨菜，亲自送到了萧远面前。将军远道而来辛苦了，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吧。毕竟民以食为天，不管是要打生还是打死，都得填饱了肚子再说。看着还在冒着腾腾热气的白米粥以及沾满红油的榨菜，香味直往鼻子里扑。原本还一脸肃杀的大将军萧远，瞬间就愣在了原地，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白米粥和榨菜看。刚刚那能够震慑人心吓破人胆的肃杀眼神，此刻只剩下对食物的渴望。连大将军都是这样了，就更不用说他身后的3000骑兵。有的人甚至从马上跌落下来，连滚带爬地扑到粥桶面前，舀起1碗白米粥就往嘴里灌。香，实在是太香了，那士兵简直吃红了眼。虽然他们是王爷手下最精锐的骑兵，但是也照样吃不饱。平日里每天只能吃一顿发了霉的米糠麦麸，就这也已经比普通的老百姓强太多了。可他们还是饿，实在是太饿了。如今面对着这一大桶喷香的白米粥，如何能够忍得住？什么王爷的命令，什么军令如山，早就被抛到了脑后。只有白米粥才是真的。有了第一个人，后面的人就再也忍不住了，全都蜂拥而至，扑在粥桶上狼吞虎咽。大将军萧远吞了吞口水，警惕地看着你，你连忙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没有与他开战的意思，并且主动带着民工们后退500米。萧远见士兵们吃了粥和榨菜以后并没有什么事，这才放心的上前加入了抢夺食物的队伍中。就这样，原本是来讨伐你的3000骑兵，你只用了一顿不限量的白米粥和榨菜，就彻底的将他们征服了。经过和大将军萧远的交谈，你才知道他们过得有多苦，3天饿9顿，还要跟着肃王南征北战。问题是还不是抵抗蛮夷，而是为了争权夺利，和自己的同胞打生打死。他们早就厌烦了这样的内斗。来自和平年代的你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当即豪气地拍着胸口表示，只要你们能投奔我，从此以后1日3餐白粥榨菜，顿顿管够。萧远闻言满脸震惊，再三向你确认之后，当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末将萧远不才，也曾带兵征战10余年，只恨君主昏聩，手下兄弟们受尽苦楚磨难，末将心中十分煎熬。如今好不容易才遇到主公这样心怀天下的仁义之君，末将愿为主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完便是砰砰砰9个响头，你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搀扶起来，把3000骑兵安置在边城之中。反正这些年天灾人祸，百姓死伤无数，十不存一，空房子多的是，不怕没地方住。与此同时，肃王还在等着萧远的捷报，毕竟在他看来，萧远率领的骑兵可是他手底下最精锐的一支军队，而你这边只有一群民工，想要解决掉你们不过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你只用了1碗白粥就将他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招安了。肃王等了整整1天1夜没有等到萧远回来，便派出第2支军队前来支援。然后昨天同样的场景出现了，你只需要大手一挥，将不限量的白粥和榨菜放出来，就能够令对方俯首称臣，不战而败。肃王又等了整整1天，发现自己派出去的第2支军队也一去不回之后，他终于正视起了你这个对手。这一次他直接率领剩余的1万军队，浩浩荡荡的直接朝着边城压了过来。还不等你为了战斗发愁，萧远就主动站了出来，主公，末将愿意率领骑兵前去擒拿肃王那反贼，你自然是没有不同意的。于是肃王率军刚走到半路，就遇到了带着骑兵返回的萧远。肃王对此非常不满，只不过是去绞杀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而已，怎么去了这么久，他还等着萧远向他磕头认罪。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萧远直接下令进攻，兄弟们冲啊，活捉肃王！随着他一声令下，3000骑兵齐声怒吼着，杀呀，活捉肃王，保卫白粥榨菜！肃王整个人都傻在了当场，怎么回事？什么白粥，什么榨菜？他手底下最忠心的第1大将和最精锐的3000骑兵，怎么突然就叛变了？可危机就在眼前，他没有时间来追根究底，当务之急是先镇压了这些胆敢背叛自己的狗东西。肃王有恃无恐，毕竟他手底下可是有足足的1万兵马，而萧远手中只有3000人。于是肃王大手一挥，军队直接碾压上去，务必要将这些叛军格杀勿论。本以为这样的胜负几乎已经很明显了，但是真正开始拼杀之后，肃王才发现事实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萧远的骑兵勇猛无比，而自己手下的军队却是被杀得溃不成军，死伤惨重。这时双方短兵相接站在一起，他才看清楚两边军队的差别。自己的人马全都是脸色蜡黄、瘦骨嶙峋，而萧远手下的骑兵却个个红光满面，只因为他们吃了2天饱饭，整个人从里到外精气十足，远远不是这些3天饿9顿的疲惫之师可以相比的。你跟随军队姗姗来迟，看到一片又一片倒下去的士兵们，心痛至极。毕竟在你心里，这些可都是你未来的士兵呀。既然你能够用白粥策反萧远，自然也能策反这些将士们。你想让他们停下战斗，可是战场之上根本没有人听你的。你当即灵机一动，又发放了一大批白粥和榨菜，属于食物的香味铺天盖地侵袭而来。刚刚还在打生打死的将士们，瞬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全场仿佛被按了暂停键一般。所有将士们都耸着鼻子嗅闻着空气中的米香味，终于锁定了目标。看着那一排排硕大的粥桶，以及桶里那粘稠的白米粥，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什么叛军，什么亡命，什么格杀勿论，全都烟消云散。现在他们心里只剩下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吃。片刻的呆愣过后，肃王旗下的将士们有志一同的全都朝着粥桶扑了过来，有的人脱下头盔当作碗，舀着白米粥喝，而其他没有容器的士兵们也顾不上烫，直接用双手捧着粥喝。你又命人将大桶大桶的榨菜倒进白米粥里，原本就香的白米粥又加入了咸香味，白粥表面还漂浮着一层鲜红的油花，这更是让饥肠辘辘的将士们欣喜若狂，他们简直是要疯了，仿佛不知道饥饱一样，不停地吞噬着咸粥，一边吃一边哭，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之前他们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呀？简直就是牛马一般。此时没有人理会高高在上的肃王，萧远当即命人围捕肃王。此时肃王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只有几个忠心耿耿的心腹死士还留在他身边。眼见大势已去，肃王心中没有丝毫战斗力，他现在只想着跑。于是肃王带着10几个心腹死士拼死突围，直接朝着蛮夷的方向逃跑，而萧远在后面紧追不舍，好几次肃王都差点被他抓住。肃王简直怒不可遏，萧远，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还要对我赶尽杀绝？萧远闻言不屑地嗤笑一声，这些年来我和将士们对你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一心只想争权夺位，天天让我们与朝廷军队拼杀，而且还拖欠军饷，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我们3天饿9顿，吃的也都是发了霉的米糠麦麸，相比之下，林北却给百姓1日3餐白粥榨菜管饱。若是你，你说你会选谁？肃王简直要气死了，仅仅只是为了1碗白粥，这些军队竟然就背叛了他，让他孤身一人踏上逃亡之路。生死面前，肃王发挥出了超强的实力，他直接朝着边城外而去，投奔了蛮夷。蛮夷大军早就虎视眈眈，陈兵边境，得知大梁朝的王爷来投奔，自然是欣然笑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决定要和蛮夷联手反攻大梁朝，而第一步就是除掉你这个夺走他将士的监工。萧远满脸愧疚地回来向你禀报，他吃了你那么多白米榨菜，结果却第一次出战就失败了。看着他一副恨不得当场自尽谢罪的模样，你赶紧将人搀扶起来。一直觉得奇怪，刚刚那肃王明明只剩下几个心腹，几乎已经是光杆司令了，怎么做到从萧远的追杀中逃走的？萧远已经命人查探过一番，你这才得知背后还有蛮夷的手笔。这3年来大梁朝天灾不断，百姓几乎是颗粒无收，死伤无数，而蛮夷那边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这2、3年来他们一直对大梁朝虎视眈眈，几次3番骚扰边境，冲入边城烧杀抢掠，只是因为他们自己人员损耗严重，所以一直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是现在灾荒已经过去3年，蛮夷那边的情况不容乐观，所以今年蛮夷便陈兵边城，蠢蠢欲动，随时都会发动战争。而肃王的投奔则是一个导火索，蛮夷大军兵临城下，而你这边只有几千军队，剩下的都是普通的民工，城防建设也是堪称简陋，到现在为止只勉强修完了城墙，只要蛮夷发动进攻，溃败只是时间问题。萧远率领着几千将士主动请缨出战，绿林军这边也组织起了一支杂牌军，但是和蛮夷那边的几万大军比起来根本不够看，人数上本就悬殊，更不用说蛮夷们从小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几岁的孩童都是马术娴熟骁勇善战，光是骑兵就能够完全
碾压你手下的这些军队。况且蛮夷平时就是在草原上放牧，身体素质比大梁朝的人要强很多，再加上他们平日的饮食以肉食为主，单兵作战力对上大梁王朝的将士几乎可以是以1敌3的存在。所以即便是大梁王朝鼎盛时期，与蛮夷的作战也是输多赢少，那还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每次出征最起码都是数十万精兵，结局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你现在手底下的几千杂牌军，如果真正开战和以卵击石没有两样，你简直要头疼死了。这简直是天崩开局，情况实在是不容乐观。你果断禀报上级请求支援。原先肃王派兵来袭属于内斗，县令和知府装聋作哑，你多少可以理解，他们可能是怕得罪肃王，日后会被清算。但是现在情况不同，蛮夷大军来袭，这属于外敌，理应由朝廷出动军队进行抵抗。可令你没有想到的是，县令直接将皮球踢给了知府，知府又将皮球踢到了朝廷，一层层上报上去，结果石沉大海，根本没有人理会你们，你简直都震惊了。万万没有想到朝廷已经腐败到了这个程度，有时间互相争权夺利，天天内斗，没有精力来抵抗蛮夷大军，你气得在心中骂骂咧咧。这种朝廷迟早要完，可是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当务之急是如何打败蛮夷大军。百姓们也知道现在是生死存亡之际，全都拖家带口赶赴边城，一边蹭饭一边振臂高呼，主动请缨加入军队为你而战。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发出提示：叮，恭喜宿主获得威望值5万，奖励馒头无限量供应，红烧肉无限供应。你顿时欣喜若狂，现在有5万对你忠心耿耿的百姓自发组成军队，即便只能以3敌1，你手中也已经相当于有2万军队。但是光喝粥吃榨菜显然无法维持高强度的战斗，如今增加了馒头和红烧肉无限供应，就更是如虎添翼。更别说在这灾荒不断3天饿9顿的补败，就更是降维打击。你突然间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你随后发布了2条命令：第一，让自愿加入军队的百姓开始跟随大将军萧远训练。为此，你根据记忆中看过的视频，写出了关于军队训练的方式，比如障碍跑和拉练，务必要将这一批军队训练成无人可敌的精锐之师。毕竟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率先响应为你而战的百姓，对你绝对是最忠心的一批。第2条命令便是守城不出，不论蛮夷怎么叫骂，你都让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一味的关起门来训练。当天你就开始发放无限量馒头和红烧肉，以及白米粥加榨菜，让将士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放开了肚子吃。所有人几乎都要疯了。灾荒年间，别的地方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他们居然能够吃上精米做的白米粥、精面做的大馒头，还有油汪汪的红烧肉，这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不，恐怕连神仙都没有他们这么幸福。短短的1周过去，在馒头、红烧肉、白米粥的滋润下，曾经瘦骨嶙峋一碰就倒的百姓们，现在个个红光满面，身强体壮，将士们更是精气十足，挥舞起刀剑来虎虎生风，杀气腾腾。相比之下，蛮夷大军缺少粮草，边城所有的百姓都投奔到你这里来了，他们想要劫掠都没有目标。期间他们几次攻城都被萧远带兵打了回去，毕竟他们手上这些人马想要和蛮夷大军正面相抗，胜算可能很低，但是守城却是绰绰有余。1周过去，你这边的人马吃饱喝足，身强体壮，蛮夷那边却是饿得面黄肌瘦，两眼发绿。你看时间差不多了，便使出了杀手锏。在所有人都吃饱喝足后，你上城墙发放了一批白米粥、红烧肉和大白馒头，并且架上锅不停的加热，热腾腾的气味向外汹涌的蔓延开去。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蛮夷大军们闻到这香喷喷的味道，个个都开始口水哗啦啦直流，神情痴迷地看向城墙的方向。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快要饿死了，所以才会出现幻觉，不然这连吃草根树皮都吃不上的荒年，他们怎么会闻到米粥和炖肉的香气呢？你冷眼看着他们被香味勾得发出一阵阵混乱之后，站在城墙上大声宣告：我林北无限量供应白米粥、榨菜、大馒头、红烧肉，1日3餐顿顿管饱，愿意投靠我的放下武器跪地投降。你话音刚落，蛮夷大军就彻底疯了。白米粥、大馒头、红烧肉顿顿管饱，这是什么一样神仙般的幸福生活？他们就是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大。当即就有许多蛮夷士兵丢下武器，跪在地上对着你的方向拼命磕头。什么骨气，什么非我族类，那些都不重要，只要能够吃饱饭，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愿意。蛮夷大将气得火冒三丈，拎起鞭子就冲着最近的士兵开始狂抽。你们这些软骨头，竟然对大梁朝的人下跪，就为了一顿饱饭，连骨气都不要了，简直丢尽我们大草原男儿的脸面。可是没有人理会他们的话，士兵们连滚带爬的从他身边逃开，朝着城门的方向不断磕头哀求，只求能够吃一口饱饭。什么大草原男儿的脸面，哪里比得上吃饭更重要？蛮夷将军简直要气疯了。为了震慑军队，他直接下令，凡是敢投降或者逃跑的士兵，一律格杀勿论。随着他一声令下，他身边的心腹将士们立刻挥舞着大刀，接连斩下10几个投降士兵的脑袋。你看着对方军营里满地的血迹，忍不住冷笑一声。虽然说乱世用重点，蛮夷将军的确是够狠，但是在饿得失去理智的人面前，所有的计谋手段通通无用，只有让他们吃饱饭才能让他们臣服。相反，一切阻拦他们吃饱饭的人，无论以前是什么身份，哪怕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他们也照杀无误。果然，蛮夷将军残酷的行为彻底点燃了士兵们的怒火。现在只需要一个契机，只需要有人带头，他们就会举起屠刀开始反抗。你看准时机，对着蛮夷大军喊话：异族的兄弟们，这些狗将军们平日吃香喝辣的，却让你们饿着肚子为他们卖命。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想要吃饱饭而已，他们居然开始对自己人喊打喊杀，这简直是猪狗不如的行为。兄弟们，杀了他们，大家一起过来喝粥吃肉，我林北就在这里等着你们。你话音刚落，蛮夷将士们瞬间高呼一声：杀了这些狗将军！然后数万大军捡起武器，转过矛头，冲着蛮夷大将们杀了过去。一时间，蛮夷大军开始内讧，想要吃饱饭的普通士兵们和拼死保护蛮夷将军的心腹将士们，一方人数众多孤注一掷，另一方虽然人数较少，但个个都是以一敌十的精锐，双方战斗力不相上下，打得难舍难分。这一战足足杀了1天1夜，直到天刚大亮之时，结果出来。
出来了，蛮夷将军被全部斩杀，而蛮夷士兵们也死伤惨重，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数。这些存活下来的人全都扔下武器，跪倒在城门下，对着你磕头行礼表示臣服。林大人，我们已经斩杀了那些狗将军，你说的那些承诺还算数吗？真的能让我们1日3餐顿顿吃肉吗？你二话不说，直接开始发放一桶又一桶煮的粘稠的白米粥，一筐又一筐比脑袋还大的白馒头，一锅又一锅油汪汪红亮的红烧肉放在面前，像小山一般。饥肠辘辘的蛮夷士兵们个个两眼发光，连滚带爬的扑了过来，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还有人抱着锅，整个脑袋都埋到红烧肉里面疯狂吸入，甚至有2米高的大汉抱起粥桶直接往嘴里灌，丝毫都不怕滚烫的食物会烫伤自己的喉咙。你甚至看到有一个双腿尽断的大汉吭哧吭哧的爬到了粥桶前，双手一个用力，把整个人都扑进了粥桶里面，疯狂的狼吞虎咽。你看得目瞪口呆，原本你还顾及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担心他们吃饱喝足后会再度拿起武器反过来攻打边城，可是此时你看到他们这样堪称凄惨的进食方式，你突然就放下心来，你再次意识到无限量供应食物这种事到底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只要你能够源源不断的提供物资，想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臣服于你，就连曾经信誓旦旦要报仇，要将你碎尸万段的宿王也混在了俘虏之中，抱着红烧肉大快朵颐。之后的日子里，他也和其他俘虏一样，每天眼睛一睁就是吃，期间也有心腹死士和他联系，想要带他逃跑，继续寻找复仇机会，可是宿王却拒绝了。这段时间他在蛮夷大军那边天天挨饿，一天就只能喝一碗不知道什么东西熬制的黑乎乎的清汤寡水一样的粥，他感觉自己现在已经饿出了毛病，每天看不到一大堆的食物，他就心里发慌。现在他只想跟小山一样的馒头和红烧肉待在一起，什么复仇大业，什么皇位，他已经没心思去想了。宿王突然觉得这样能够吃饱喝足的日子其实也挺好的，离开了这里，还有哪里能够这样慷慨的向他供应食物？就这样，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竟然就凭借着馒头和红烧肉俘虏了一位雄心勃勃的王爷的心，而且你还不费一兵一卒就彻底消灭了蛮夷大军，5万俘虏彻底臣服于你。为此，你将他们编入杂牌军队，由大将军萧远亲自负责训练。这些蛮夷士兵和百姓们不一样，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忠心不忠心，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臣服于谁。而你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供应人，自然就是他们忠心的对象。这一次的胜利让你彻底拥有了雄踞一方的实力，百姓们对你更加忠心。好几个晚上你都能听到营地四周有人在模仿狐狸的叫声大喊：天下将兴，临北为王。第二天士兵们个个都兴奋至极，两眼放光的看着你。萧远更是主动向你提议，让你揭竿而起自立为王。你顿时一头黑线，二话不说便让人加强夜间巡逻，只要看到有狐狸出没立刻猎杀，毕竟狐狸可是食肉动物，万一有人落单被吃了就惨了。听到你这么说，萧远惊得目瞪口呆，所有人都用一种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你，仿佛在说戏台都给你搭好了，你怎么就不懂就坡下驴呢？你简直都无语了，没文化真可怕。这些急功近利的家伙是怕你死得太慢了吗？如今大梁王朝虽然腐败不堪，内斗不断，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所以显得不堪一击，是因为他们忙于内斗。若是此时你揭竿而起，那岂不是立了一个活靶子？到时候朝堂上争夺王位的几路势力必定会联合起来，先剿灭你这个大逆不道的逆贼，与此同时还能趁着剿灭你的机会消耗敌人的势力，壮大自己的军队。到时候你岂不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这么自寻死路的事情你可不会做。自从你严令不许再听到狐狸叫之后，将士们和百姓们都消停了一段时间，开始全心全意的修建军事防御。你还拿出了现代先进的冶铁技术以及各种先进武器，比如诸葛连弩、8牛弩床，让手下的工匠和铁匠们钻研。为此你还专门组建了一支军队，命他们在全国各地搜罗工匠，将他们带回边城。毕竟你深知先进的技术才是第一战斗力，你丝毫都不担心有人会拒绝你，因为你会不限量的向他们提供物资，白米粥、红烧肉、大馒头、榨菜，要多少有多少，包吃包住，顿顿管够。在你的食物诱惑之下，无数工匠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根本就不需要你出去搜罗，甚至还有很多读书人不请自来，毛遂自荐要为你做事。他们要求也不高，只要你能够1日3餐提供馒头、红烧肉，顿顿管饱就可以了。这年头连读书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所有人对生活的要求都降到了最低线，只要能够保证生存就可以了。你自然是欣然接纳，这样物美价廉的人才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随着你手下的摊子越铺越大，生产建设也渐渐迈入正轨，你这才发现手底下的人才根本不够用，于是你组建了100多个小队，专门用于网罗人才。你开出的条件十分优渥，凡是愿意来边城为你工作的匠人，你都会包吃包住，顿顿有肉，3餐管饱，而且每个月还奖励100个大馒头、10斤红烧肉、1桶榨菜、1桶白米粥。这样优渥的条件在其他城镇一经发布，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个天灾不断的荒年，3天饿9顿是日常，啃草根树皮的那都已经是处境比较好的了。即便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们，也只是一天一碗清澈的能看到碗底的用米糠熬的粥。所有人都饿得面黄肌瘦的，今天过完都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东西吃。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去边城工作，就能够吃喝无忧。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是天方夜谭，甚至有人怀疑你是想要把他们骗过去杀掉吃肉。毕竟在这灾荒年节，一子而食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听到大家的顾虑，负责网罗人才的副将直接搬出1桶桶馒头和榨菜，这2样东西是比较容易携带的物资，虽然比不上红烧肉，但是如此充足的食物展现在眼前，瞬间整个城镇都轰动了，大家双眼放光的围了上来。好多馒头，好香的榨菜，这真的是给我们吃的吗？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副将拍着胸口保证，只要你们去边城为我家老爷工作，像这样的饭菜无限量供应，顿顿管饱，而且做得好的话每个月还有奖励，奖励也是馒头、榨菜、红烧肉、白米粥，你们想吃哪个吃哪个。如果你们能够带着全家老少一起去边城工作的话，奖励翻倍。为了能够取信于大家，副将直接把现有的馒头和榨菜全部分发给表露出去边城意向的家人们。精米白面做的馒头加上有十足盐味的榨菜，众人吃得
满脸陶醉，仿佛在吃山珍海味一般。3年来，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胃里鼓鼓胀胀的满足感，这样的感觉实在是太过美好，让他们无法割舍。此时此刻，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举家搬迁至边城。反正在哪里工作不是工作，边城至少有吃不完的粮食。于是，越来越多的匠人源源不断地向边城涌来。与此同时，还有相关的后勤部队为他们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大量的食物进入各大城镇，引起了粮商们的不满。于是这天，有一队负责运送物资的军队遭遇了土匪的埋伏，所有人都被俘虏上山。他们让一个小兵回来报信，想要赎回这些士兵，就要每个人用100斤红烧肉、500个大馒头，还有500斤榨菜、10桶大米粥交换。一个小队100人，这一趟赎金要以数以万计的粮食来交换。灾荒年间有这么多粮食，几乎可以养一支军队了。这些土匪简直胆大包天，对你的人也敢下手，你简直怒不可遏。若不是因为那些士兵还活着，你恨不得立刻派兵围剿这些土匪。各路大军纷纷请缨，想要带兵前去围剿土匪。但是你深深的明白，人命才是最重要的，当务之急是先把那50个人救回来。你一时间想不到什么好的方法，要是现在有一瓶毒药，能够把那些土匪全部放倒就好了。你刚想到这里，突然系统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叮，恭喜宿主解锁武器商城，宿主可以用威望值在商城里兑换无限物资供应。你欣喜若狂，迅速打开武器商城，开始快速浏览，果然很快就找到了吸入式麻醉剂。这个东西最适合你现在的情况使用，到时候只要让大军携带吸入式麻醉剂，和土匪一见面就立刻开始投放，进行无差别攻击，即便是人质中招也没关系，顶多就是当场昏迷而已。届时就可以把土匪全部抓起来，是要杀还是要剐都随你的便。你当即命人吹响号角，召集人马，让萧远带队赶往黑虎寨。寨主得意洋洋地压着人质对着你叫嚣：粮食拿来了吗？一手交粮一手交货，你们要是敢耍花招，就别怪我让他们人头落地。你随手一挥，一批又一批的馒头、红烧肉、白米粥、榨菜落在他们面前。土匪们见状顿时欣喜若狂，全都扑过来争着抢着疯狂吸入。寨主惊得双眼瞪圆，眼珠子都差点飞出来。原本他只是狮子大开口，想要捞一笔粮食解决缺粮的问题，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你手里居然真的有这么多粮食。他突然觉得自己只要了这么一点，实在是太亏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他要你每天都给黑虎寨提供同样多的粮食。你不屑地嗤笑一声，简直是得寸进尺。你早就想到黑虎寨这样臭名昭著的山寨是不会遵守诺言的，即便你给了粮食，他们也还是会伤害人质，所以你早有准备。随着你一声令下，萧远当即带人冲上前去，不等土匪反应过来，将士们便从身上掏出暗器，纷纷扔到土匪们身上。暗器上的麻醉剂只要一沾到土匪身上，就立刻会顺着呼吸道进入他们体内，不到5分钟时间，土匪便倒了一地，个个对你怒目圆瞪，却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你当即命人将他们全部抓回去，又让萧炎带兵围剿了黑虎寨，把他们这10几年来抢来的金银珠宝全都拉了回来。麻醉效果解除后，寨主对着你破口大骂：你们这些阴险卑鄙的小人，有本事跟我单打独斗，何必用这么阴诡的方法？居然用食物来让我们放松警惕，简直卑鄙无耻。可是你丝毫都不觉得生气，反而算是听到夸奖一般。毕竟在别人都快要饿死的情况下，你却能将军队养得油光水滑、红光满面的，足以见得你的本事有多高。而这一切都是由1碗白米粥引起的，说出来恐怕都没有人信。你懒得跟他废话，直接命人严刑拷问：黑虎寨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劫你们的粮草？寨主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就是不肯招供。你也没有惯着他，直接命人取来一沓白纸，然后在水盆里浸湿后，便贴到了寨主的脸上。起初寨主咬紧牙关，攥紧拳头，丝毫都不肯认输。可是你也不着急，只是慢悠悠地将第2张纸浸湿盖在他脸上。随着纸越来越多，强烈的窒息感将寨主笼罩。这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开始拼命挣扎起来。你没有立刻让人取下他脸上的湿纸，而是等他挣扎半天，实在是没有力气的时候，你才将湿纸取了下来。寨主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这下他是真的害怕了，丝毫都不敢再跟你对着干。于是在你再次询问他黑虎寨为什么要突然劫掠你们的粮草时，寨主立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老老实实的将蒙城的粮商们都卖了个干干净净。蒙城是距离你所在的边城最近的一座城镇，因为你派人运送了大量物资，城里的匠人们离开之时把多余的物资都转送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有了这一批物资，城里的粮商们便赚不到钱了，因为在灾荒到来之时，这些粮商第一时间疯狂收购粮食，囤积居奇。等到灾荒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们卖的粮食也在疯狂翻倍，到今天买得起粮食的人越来越少了。偏偏你还让人送便宜粮食过去，他们想要除掉你，所以才会勾结黑虎寨的人，想要斩断你的粮食通道。你越听越觉得不对，连忙询问负责运送粮食的副将：你把粮食送到这些城镇之后是怎么处理的？副将挠了挠头，莫名其妙地看了你一眼，回答道：一部分分给愿意来边城定居的工匠们，让他们在路上吃，还有一部分则是卖给了那些穷的吃不起饭的百姓。你连忙询问他卖的价格是多少。听闻此言，那副将骄傲地挺胸抬头，拍着胸口保证：主公这么善良仁义，体恤百姓，我又怎么会丢你的面子呢？当然是用灾荒发生之前的粮食最低价出售的，这样可以保证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能够吃得上这些食物。听到他这么说，你气得直拍桌子，愚蠢，愚不可及，居然把食物卖得这么便宜，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副将不明所以，在他心里你是那么的仁慈仁义。最开始你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工，却愿意给非亲非故的民工们免费提供不限量的白米白菜。他相信，如果你能看到那些城镇里快要饿死的平民百姓们，你肯定也会这样做的，甚至有可能会免费发放粮食。你简直无语极了，多好的一个招揽人才、发展人口的机会，愣是被他们给毁掉了，而且还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小命。副将虚心地向你求教，如果是主公会怎么做？那还用说吗？当然是跟那些粮商一样，把粮食翻个几十倍卖了赚钱呀。你话音刚落，在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你，仿佛不敢相信你也跟那些粮商一样黑心。你连忙跟他们解释，你这样做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才主动来边城定居。想想看，所有的地方粮价都在翻涨，价格高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与此同时，你所在的边城却是免费的，无限量供应各种食物。两相比较之下，只要是脑子没坏掉的人都会选择投奔边城。这样，即便你什么都不做，都会有人才源源不断的自动赶来。众人闻言恍然大悟，没想到主公不但仁慈仁义，还如此的聪慧有谋略。他们更加坚定了跟着你干的决心。在你这一番操作之下，越来越多的百姓向边城而来。与此同时，各大州府也察觉到了自己之下的百姓正在疯狂地向边城移动，这简直就是在挖他们的墙角。这一重大情报层层上报，很快朝廷就得知了此事。而你这个隐藏在边疆暗中发展的势力，终于也进入了朝廷的视线。朝廷大发雷霆，当即派兵围剿边城。但是如今正是灾荒之年，各地都颗粒无收，国库空虚，根本发不出军饷，粮草更是缺乏。想要凑齐粮草，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于是原本还义愤填膺的呐喊着要剿灭你这个乱臣贼子的朝臣们，一听到皇帝要求大家捐钱捐粮，瞬间就哑火了。原本如火如荼的剿灭逆贼的军事行动，就变成了各方势力互相扯皮的拉锯战。与此同时，边城在你的治理下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积极的发展各项技术，众多手艺精湛的工匠们聚集在一起，各展所长，互通有无。总算是根据你给出的冶铁技术和武器图谱，研制出了诸葛连弩和8牛弩床，这可是战场上的攻坚利器。即便朝廷大军那样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兵临城下，你也有必胜的把握。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朝廷那边久久无法凑齐粮草，于是便选择了退一步。朝廷发下政令，禁止各地向边城提供铁矿以及各种武器，并且关闭城门，禁止百姓投奔边城。众所周知，边城并没有铁矿，这样一来，你的武器生产就被迫停止，手下都愁眉苦脸的聚在你身边。铁矿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没有，大家都束手无策。可是这对你来说，这不是什么难题。你当即打开系统商城，仔细一看，果然有铁矿这个选项。而你之前大量招揽人才，赈济灾民的行为，让你获得了20万点声望。现在你余额充足，对当即毫不犹豫地兑换了无限铁矿供应。下一秒，一座座小山一样的铁矿石出现在面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在场所有人瞬间都惊呆了，看着你的目光满是崇拜与敬畏。此时你在他们心目中和神仙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是神仙，怎么会要什么有什么？在大家都缺少粮食的时候，你就能无限量供应白州榨菜；朝廷封锁铁矿，武器被铁矿所限制的时候，你就能够拿出数不尽的铁矿。你神仙转世的名号瞬间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拼命的参加训练制造武器。而这次朝廷的行为也彻底的惹怒了你，你顺手兑换了火药和手榴弹。你知道火药的制造配方，但是在这个冷兵器时代，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贸然将战争拉入热武器时代是非常冒险的行为，甚至可能增加战争的难度。所以你并不打算大规模制造火药，而是直接在系统商城里兑换现成的手榴弹，当做杀手锏。很快2个月的时间过去，最炎热的夏季也已经结束，将士们不会再因为烈日暴晒而出现非战斗减员。于是这一次你不打算再忍了，决定先下手为强，趁着朝廷还没有扯皮结束，率先起兵发起攻击。就在你下令的前一天，萧远带兵巡逻之时，竟然从干枯的黄河道里挖出了一具独眼诗人。很快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一首歌谣迅速风靡边城，并且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无数百姓都在传唱着诗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当天晚上，军营四周有狐狸在齐声大喊：天下大兴，傲天为王。层出不穷的神迹前仆后继，源源不断。而这一次你并没有压下消息，而是暗中推波助澜，将这些神迹传得越来越广。虽然封建迷信不可取，但是这样的神器的确更有助于收揽民心。果然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你的威望已经增加了50万。你果断集齐50万大军，起兵进京秦王清君侧。你一路高歌猛进，1日之内连下5城。因为附近城池的百姓都听说过你的事迹，知道跟着你有饭吃，士兵们都是本地人，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根本就不想跟你打仗。攻城之时，你直接将白馒头、红烧肉、大米粥、榨菜这些食物一桶一桶的排列在阵前，士兵们瞬间就没心思打仗了，甚至有人直接打开城门投降。你不费一兵一卒拿下了5座城池，你一边整顿攻打下来的城池，一边命人扩散消息，只要投靠你就有饭吃，1日3餐有荤有素，不限量管饱。将士们和百姓们非但不会仇恨你，反而望眼欲穿，等着你来解救。于是等到你整顿好，继续攻打下一座城池的时候，人还没到，百姓们就先一步杀掉了知府和守城将军，直接和士兵们一起打开城门迎接你的到来。你手下的将军们人都傻了，从来没有打过这么轻松的仗，甚至哪天你们走得慢了，百姓们自发夺下城池后等不及了，还会派人前来催促你们快点去接收城池。别说你手下的将士们了，就连你这个见多识广的穿越者都有些恍惚。就这样，你们一路高歌猛进，直接打下了一半的江山，军队也扩充到了100万之众，而朝廷大军主力就集中在后面的城池之中，这就不是百姓能够对抗的存在了。你却是丝毫不惧，也不和朝廷大军硬碰硬，而是直接命令100万大军将整座城围起来，切断他们的粮草供应。而你却是每天大手一挥，几万吨的馒头、红烧肉、白米粥、榨菜就出现在眼前，将士们早已习以为常，直接一人抱着满满一盆狼吞虎咽。而朝廷大军本就粮草不足，每天都只能吃个5分饱，早已饿得两眼发绿，结果现在眼睁睁地看着所谓的反贼吃香的喝喝辣的，个个吃的只打饱嗝，一副快要撑死过去的模样。
模样。他们羡慕的泪水从嘴角流了下来，哪还有心思守城？围城之战不过3天，城里的将士们就忍不住了，直接杀死守城将军，打开城门投降。之后的攻城之战，你们也遇上过硬茬子，这个时候就是拼双方真实战力的时候了。而你手下降将无数，原本个个都是精通兵法、令人恐惧的同在，再加上这一路以来攻城略地实在是太过轻松，他们根本毫无用武之地，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终于有机会表现自己，顿时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各种奇谋诡计层出不穷，把朝廷大军虐得死去活来。朝廷恼羞成怒之下，居然使出了最卑鄙无耻的绝招，他们竟然将百姓当作人质，以此来威胁你退兵。若是你不肯退兵，那么这些百姓的死都会算在你的头上，你的威望就会大减。你简直要气笑了，跳梁小丑也敢在你面前卖弄。你当即在系统商城里兑换了晴天霹雳，下一秒天空中乌云密布，轰隆隆的雷声不绝于耳，紫色的闪电铺天盖地的劈了下来。守城官兵早已吓破了胆，纷纷跪在地上不停的磕头，祈求老天的原谅。就这样，你顺利的攻下了最后一座城池，长驱直入打进皇宫，皇帝和皇族就此变成了阶下囚。可他们仍旧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毕竟自古以来讲究一个名正言顺，杀皇帝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而且也会导致民心不稳。皇族笃定你不敢把他们怎么样，而且还得加他们好吃好喝的供起来。可是你根本不吃这套，直接召唤晴天霹雳，将这些皇族全都劈成了渣渣，然后顺利登基。在登基仪式上，你的威望达到了1800万，你当即清空威望，兑换了风调雨顺。下一秒，干旱了3年的大梁朝突然间迎来了秋雨，霎时间全国百姓都高兴疯了，纷纷对着皇宫的方向跪拜，口中高呼万岁！丁，恭喜宿主达成称霸成就，奖励现金500亿以及长春丹1颗，宿主随时可以选择回到现实世界。自此以后，在你在位期间，天下风调雨顺，没有人敢反抗你的统治，直到你快要寿终正寝时，你才选择回到现代，然后吞下长春丹，重返青春，百病全消，而且还有500亿供你享受一生。